爱到底是怎么消磨掉的？没有激情之后，就真的不算爱了吗？一个想问，一个不说，这样到底会让两个人错过了什么？我当下会说不离，可能会有一点同情。再来还有一个是道德，但为什么老婆是这个时间点要把它讲出来？老婆也是决定离婚，准备要签字的时候，她突然发现我还爱她。哇，要这么当下才发现我还爱他。随着岁月流逝，我们的光谱呢转换了不同的颜色。可是呢，当时我不懂，愚蠢的我以为爱已经失去了。最近看了《梦想成为律师的律师们》，其中有一集是在谈爱的万种光谱，那当中也发现到了很多跟夫妻相处啊、伴侣沟通很多值得反思的点。比方说，当结婚久了、交往久了，那爱到底是怎么消磨掉的？没有激情之后，就真的不算爱了吗？甚至呢，感觉变得不对劲了，一个想问，一个不说，到后来也不问了，这样到底会让两个人错过了什么？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你的好朋友 Jaco， 我是莫。好，那莫呢是跟我一起推广学院的合伙人。好，那莫能不能跟观众稍微打比赛一下？好，大家好，我是莫。之后应该会蛮常在这个频道看到我了，再请大家多多指教。这一集呢，并不是访谈节目，而是对谈节目哦。因为我们两个都看了这一集，然后因为感触都很深，所以就来聊聊看。那先来说，为什么我们想要聊这一集？在梦想成为律师的律师们呢，这一集的内容是在第7集，里面在谈的其实是一对夫妻，先生在有一天跟他老婆提离婚，而在提离婚的当天，他老婆跟他讲了一件事之后，他当下立刻就改变主意。可是呢，他老婆还是跟他说：“那我们离婚吧。”我觉得其实，在谈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改变的？那这里我大概介绍一下剧情哦。其实他们的组合是太太本来在学校，她是一个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所以她做事也算是严谨、很平静、很 peace 的一个人。对，所以啊，她跟她先生相处其实都一直以来都还不错。可是直到后来是慢慢先生就发现说，他们两个会约吃饭嘛，可是约吃饭之后，太太就直接爽约不来，那回到家也当没这件事这样，所以先生就会有一种感觉是，现在是怎样？然后甚至呢，原本太太在对他说话的时候都是蛮和气的，可是到后来开始变得很烦躁，然后甚至会对他大吼大叫这样。那他就因为这样开始感觉到很受伤，然后甚至到后来感觉很孤独，所以也因为受不了这样孤独的感觉，所以他就外遇了。这么直接，很硬。所以当他外遇之后，他想了很久，他就觉得那还是结束这段关系好了。等到他提离婚的那一天，他老婆才突然跟他说，就是我已经发现我得阿兹海默症。当他说出他确诊的时候，她老公第一时间还不相信，他说你有没有找其他医生？然后他老婆还回答说，你以为我的个性我不会吗？对，你这么严谨的个性来说。可是他在那一刻，为什么他就突然说，那我们不要离婚了？因为他说在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过去让他感觉到寂寞的那些事，都只是他老婆生病的一个症状而已。就是他知道因为是这个原因，所以才有那一些状况，比如说暴躁、忘记有约之类的。对，因为他以为爱不见了。对。可是我觉得最感伤的应该是在他老婆讲完之后，然后她老公还是跟他说，就是没关系，那我现在不离婚了，我陪你去治疗，我们一定还有方法的这样。可他老婆就很平静的看着他，然后跟他说，没关系，你离婚协议书给我，我签，我们离婚吧，只要这是你要的这样。我觉得这一句我也很不行。我看到这边我快喷泪。对，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先生，我听到这一句，这是你要的，但好像是我要的，但不是你要的，我的内疚感会非常的重。这里其实第一个很值得聊的点啊，我们可以先来谈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个先生他在提离婚的当下，
他其实那一天他是很想离的，对不对？对对对。可是啊，为什么他是听到他太太得阿兹海默症之后，他会完全转向，就说我不要离了？而且当他太太讲出那句话，说我们签字吧，他也说不要。你觉得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有一部分一定是内疚啊。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如果是我是那一位先生，然后我听到这一件事，那我当下会说不离，还有部分是可能有部分的同情。就是对啊，我就是可能觉得你确诊的，所以你发生这些事，那我外遇了，外遇还是我的错，然后因为导致这样我们要离婚，所以我可能会有点同情，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道德，你确诊然后我抛弃你，我会感觉我超级没道德。也是有一个道德感的概念。对对对。因为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是说，他先生并不是不爱他，只是后来的相处让他太痛苦了。就是他确诊的那一段时间，对，就是他开始出现那个症状的时候，对他而言太痛苦了，因为那个概念很像是我是爱着你的，但是我看到的你，我只看到好像你变得不爱我，你变得不重视我了。对对对，因为他看到的是对方对他这样，好像是我们已经没有爱了。对对对对对，在我的解读，他会更像是一种，因为你的种种行为，在我心里的判断，这个就叫不爱我了。对，所以我在这样的痛苦之下，慢慢的我变得寂寞了，我变得孤独了，所以我还是需要爱，所以我找到另外一个人。对，可是到后来他才发现，原来爱他的那一个老婆一直都在，而那一个人现在需要我的帮助，对，甚至是我太小心眼了，对不对？然后我那时候应该多问的，对，我为什么我老婆生病我都没发现，然后我也不愿意多了解为什么。对，我甚至他骂我，但是我没有继续想要去沟通，对不对？我没有想要更去理解他，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叠加起来，他才会变成是刚刚讲的那一个，就是虽然说他提离婚的当天是他意愿最强烈的时候，对，可是当他发现这件事的时候，他也瞬间有一种感觉，就是原来我爱的那个人还在。而且啊，我其实有联想到最近看新闻有看到一对夫妻，他们也是结婚一阵子也生小孩了，后来是当然过程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但是到后来老婆就决定要离婚。对，可是老婆也是决定离婚，然后提离婚的那一天，准备要签字了，那我忘记到底是签了之后还是没有签，对。但他在提的那一天，好像是准备要签字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我还爱他。哇，要这么当下才发现我还爱他。OK， 那你有办法，你有办法去感受这件事吗？我有想到一件事啊，就是说以前我们在跟人家谈恋爱的时候，要分手的当下，有时候分好几次都分不开。就是我要跟你分手，我确定要跟你分手，但我隔天好像又可以回来找你。就是我发现我好像没有他不然我们再试看看好了啊，这样。因为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两个人他在一起的时候，想要离婚的这一个人，他其实心里会一直感觉得到，在这段关系里面，他其实同时并存着好跟不好。对。但是他会一直只看得到不好的。因为不好的事情没有解决，所以他把那个好的已经盖过去了，对，已经盖过去了，对，因为当我一直在看的那些不好的事情一直存在我的婚姻关系里面，然后呢，我好说歹说都没办法改变它，所以我们的心里的感觉会瞬间有一种就是这样的痛苦到底还要多久？所以反而是那一个声音比较大，所以我一直在想，这样的痛苦我快受不了，这样的痛苦到底要多久？所以想要解脱的心会掩盖掉很多事情，对不对？对。可是直到好，真的你提离婚，对方也说 OK 的时候，你吓到了。对，因为我还没有想好我离婚后到底。我离婚后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对，所以有可能一个是吓到了，你怎么 OK？ 我是应该留一下吗？这样，还是你等很久了？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情况是，当你知道说这样的痛苦再也不用忍受的时候，你终于有那个
心理的空间，有余裕了，你有机会去发现，其实那一些美好都还在。哦，对啊，对不对？确实甚至有可能你会发现，有可能是我太执着哪几件事，你没有重视我，你没有尊重我，对不对？对。所以如果真的关系走到后来，你觉得想要测试看看，就是没有我指的是不要用这一招，差点往那边走。好，那这里啊，其实我们还要再带出第二个，因为先生的角度是说，他开始去后悔，我应该多问一点，但我没有问。对，但是我在猜，他应该也是有试图去理解，可是因为他已经提到他太太是处在很烦躁，甚至会对他大吼大叫的情况下，所以啊，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有尝试过要问，可是问的时候会痛，就问一次痛一次。对，所以到后来他也觉得好，你要这样伤我，那算了，类似像这样的概念。可是啊，我们来探讨另外一个角度是，那为什么老婆没有说？对啊，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谈感情是到结束的那一刻，我们如果选择是把一切的原因归咎在自己身上，其实有可能不是那么的符合完整的事实。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反而陷入一个更深的内疚。对。可是我们如果摊开来看，老婆的视角为什么没有说？其实如果从烦躁的角度，我相信老婆自己心里都还在思考一件事。什么事？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讲？对，甚至她可能也还在思考，真的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就她还没有办法接受那个确诊后的改变。对，甚至她会知道有一天她的智力会退化到身边的人都不认识。说真的，如果换成是我们，比方说换成是你，好，你如果真的有一天知道你遇到的情况是这件事不可逆，只会越来越糟，而且你甚至无法预料到后来的你会变怎么样，甚至有可能到后来的你只会是身边的人的负累而已。换成是你会说吗？我可能会不敢说，我担心我周围的人会担心我，这是一部分。再来是我会觉得我会变成病人，我会变成病人的样子，然后被看待。对。然后最后是我会拖累我的家人。而且因为你看他本来又是老师，对不对？然后又是受人尊敬的，所以其实我在想，他不说，有可能他自己心里也还在捋那个利害关系。甚至有可能你要一个已经本来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很 nice 的人，甚至是有名望的人，被尊重的人，这样。对。那他要去接受自己要有一天进入到那个位置，我觉得真的是相对不容易。对，其实他不说，有部分可能也在保护自己啊。因为我就想，我先把自己保护着，说不定我有办法想到一些，就是想到一些办法来杜绝我害怕发生的事情，这样子。或许他觉得还有希望。对，对不对？有可能，对。好，那因为换成是我啊，我刚在想的是，假设说我真的不幸得到了，我有可能你要跟我说，我会照顾你。没有，就是如果是我得到了，我有在想，我有可能会是选择不跟我老婆说。但是不跟她说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她会照顾我一辈子。我不想要她过那一段。对。但是这个就变成是一种自私的想法，因为她有权知道。对。所以我觉得他两难的点是在说，当我明白眼前的人他是不会走的，但是我们就可以预料到他接下来面临到的痛苦。有一部电影叫《明日的记忆》，它是渡边谦演的日本的电影，然后里面就是渡边谦也是得阿兹海默症这样。那时候我看那部剧也是爆哭到不行。对，因为他最后的结局就是他老婆知道他得阿兹海默症，然后想要照顾他，他有一段时间是想办法把他推开。可是推开到后来呢，他老婆还是爱他嘛，继续照顾他，然后慢慢的他的记忆慢慢退化到年轻，所以他很常离家出走。对，然后找了好几次，到最后一次他老婆再出去找好几天找不到，最后找到的地方在哪里？在一个好像是在山里，
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会去做那个烧窑，就是可能陶土的这种。结果他们是在山林的小路遇到的时候，他老婆站在那边，他终于看到他老公了。然后他一个很老态的样子，然后站在那里。他看着他老婆，他说：“你好，怎么你会一个人在这里？”完全的忘记他。他忘记他老婆是谁，所以在那一刻，两个人的眼神，其实我就会觉得，如果我要让身旁人去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舍不得。对。真的，对不对？我没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两难，因为接下来谈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是，他的先生在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他老婆就说：“没关系，那你协议书给我，我签，我们离婚吧。这是你要的，我就签。”然后他说：“不要，不要。”他说：“对不起，就是那时候我太孤单，是我迷失的。”对。但为什么老婆是这个时间点要把它讲出来？你不觉得就是他前面都没有讲，他包装得很好，但他最后要离婚要签字的那一刻，他告诉他确诊了。我想其中一个可能性，我自己猜测啦，其中一个可能性，他可能也希望让他知道我这段时间怎么的。对，他或许也想要透过这个动作告诉对方，就是我不是不爱你，或许这是他让他理解他的最后一次机会，这样。但是他的心意也很坚决，因为他做出这个动作，他已经是有点像，好，我会让你理解发生什么事。那同时我也会决定我一个人搞定这些事。对，而且你现在有伴，那你就去吧，我没有要拖累你。这样，我觉得那个概念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我听到那个先生说，就是对不起，我迷失了。其实那时候我第一个联想的，反而是说真的是两个人都迷失了。就是他们迷失在各自的状况里面。对，因为你不觉得其实人生是这样，就是你很难保证有一个人这一辈子脑袋都超清醒的。对啊，对不对？就是他遇到的事情，他都可以很快知道说我该怎么做，该怎么取舍，该怎么抉择。很难很难啊。很难。所以其实真正在人生的这条道路上，他们两个人刚好都走在迷失的那一段。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反思回在伴侣之间的相处，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有走过迷失的那一段嘛，所以我自己会知道说，有些时候如果没有迷失的那一段，对不对？你也不一定可以因为这一段去找到底你下一段要干嘛。所以这时候反而身旁的这一个人，他是可以去思考说，那他也遇到人生总会经历过那一段的，那在这一段里面，我是要有耐心的陪伴他，而且不催促他，还是说，我觉得我的时间比较重要，我的未来比较重要，那如果你要迷失，我拉不动，那你就去吧，然后我就要去哪里了，这样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选择嘛。所以如果说从迷失的角度来谈，人都会有遇到迷失的时候，对。可是当我们发现是我们的另外一半或者我们自己迷失了，那这时候该怎么说会比较好？像你如果真的遇到这种迷失的状态的，你会怎么让你的另外一半知道说，就是这段时间你会怎么对？你发生什么事，然后你需要什么，你会怎么讲？我可能就会直接，因为我觉得我相对比较理性，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我会直接跟他约一个地方，然后很直接让他知道说我发生什么事。对，我就会直接讲，然后但我心里的感觉是什么，我也会让他知道。对，但我没有求一定要有一个结果或一个答案啊，只是说我觉得让对方知道也是责任，因为你跟他在一起嘛，你总不能发生事情，然后你用这样的状态对他，但是他完全不知道，那我会觉得他也是蛮可怜的。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迷失的人，他会处在一个自我否定感比较重的时候，对，所以他难免会出现一种感觉，就是我怕我讲了对方就走了，或者我讲了对方就开始酸我了。之前我就有收过这样的留言，你知道吗？我有一直在聊低潮嘛，
就是低潮的时候该怎么度过，然后底下就有人说那是你运气好，你老婆没有走，我讲了谁就念我或干嘛的这样。我相信啊，就是也有这样的情侣，对，也会有，对，那所以我觉得这里有可能真正要突破的那一个点是，我迷失了，那确实我的自我的这一个能量是低的，然后自我否定感也比较重。那当我们真的说了，对方会因为这样而走的话，那并不是说的问题。哦，我懂，就是不管怎么样，他都有可能会走。对。可是说的这一个动作，对我们来说呢，反而会少掉一个恐惧。恐惧吗？对，因为你看嘛，我们在迷失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进入一种自我否定感？我看不到未来，我要在恐惧。这个时候，如果我再多一个恐惧是这样的，我如果再不改的话，那一个人就要走了，那一个人就要看不起我了，会，对不对？对。那他这样的恐惧一直叠加，那他的那个负能量就会越来越强，就变成是他把自己设了一个暗黑结界的概念。对啊，我自己后来的心得是说，如果我敢在别人面前去提到说我现在确实是低潮的，而且我打算休息一阵子，那这个时候呢，别人的眼光，有的人会笑，有的人会觉得正常，有的人会安慰，其实都没差，因为到后来你会发现这个问题能解决就是我们自己而已，对啊，对不对？所以别人怎么看那就这样吧，或许在那个时间点，你还有机会看清楚谁是更愿意站在你旁边的人，就是我们值得花更多时间来跟他相处的人。对。再来啊，我觉得这个故事它最后有一个转折是让我想很久的，就是因为他们在这次的协调完之后，对，他们就没有离婚，对，然后他们就继续相处，然后他就陪着他老婆就医这样，他老婆也慢慢会忘记他，对，甚至有时候会把他当成别人，然后甚至有时候把他当成他不在。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吗？原因是因为他老婆的记忆在倒退。对，我有看到有一段是他要出门，他就说为什么不亲我一下？他想到的是他们新婚的时候。对，就是我觉得他在回到他新婚的时候，其实他那一刻他吓到了，因为他是准备要上班嘛。对。结果他老婆看到他说：“结婚才1年，那不过来亲一下这样。”那他说：“感觉还不错。”对他觉得那种感觉好像对，很像是回到。当时就是刚结婚，感情还很浓烈的那种很激情、很新鲜的感觉。对。可是他说，他们毕竟也结婚这么多年了，所以像他老婆记忆在倒退的时候，他也才有一个方式让他重新经历回他们爱的变化。所以他其实在谈到的爱啊，它有可能就很像是彩虹这样，对，有很多颜色。对。那它每一个颜色代表的意义不一样，红色代表的是热情，橙色呢代表的是温暖，黄色代表的是幸福，绿色代表平静，蓝色代表信任，然后呢，靛色代表深度，紫色代表生命。其实这些颜色啊，都象征着人类的情感在不同层面跟多样性。其实你有发现，它那个顺序也很像是一段感情，对，从开始然后走到变稳定的时候，所以他开始在探讨的事情，他说如果没有因为他太太这样带他走了一段时光旅行，他才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一切都是爱。就是这个过程，不管他是热情的还是对，还是平静的，还是幸福的。真的就是这一段，不管怎么样，这一段都是爱，只是他用很多不同的样貌呈现出来，这样子。对，比方说有一种感觉是。确实，两个人结婚20年之后，对，他不会是那种20岁对到那一年我18岁，他也18岁的那种爱了，你知道？对，那但是那一种改变有可能是我们就是一家人。我规划的未来里面，你一直都在那个位置。对，我相信你，所以他会甚至这种爱有一种也很像是团结。对。支持对那个团结很像是我们在这一条，就是在这个世界的人生的洪流里面，我们两个，我们是一个 team 是吗？我们家小孩子，我们是一个 team 这样，对，而且这个 team 是有血缘关系的，然后甚至是这一个 team，它是一种莫名的羁绊。
所以我那时候在看到他在倒推回这个时光旅行的时候，当他在开始谈说，其实呢，我们在谈感情的过程，你经历过激情，经历过快乐，经历过幸福，经历到有他在就觉得很平静，接下来就感觉到满足，可是再来呢，可能又进入到一种神秘。可是我觉得那一个神秘，以我自己的解读啊，我觉得那一个神秘有可能是对于两个人来讲，都也还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次的变化会是什么。他遇到不同的事件，比方说有人遇到生病了，有人遇到他没遇过的事，对，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件事，对，所以有可能在那个状态下，他内在的世界对别人来讲是神秘的，因为他也还没捋清楚。他可能还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状况。对，有点像他老婆不跟他说，其中一个点也可能是因为爱，对不对？他的内心的想法变得神秘了，也可能是因为爱。对。那我相信有些听到这边的朋友就会说，哇，一直在帮人家找借口，很烦，人家就不爱就不爱了，讲那么多。那我觉得确实呢，也是会有那种就真的是不爱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内容，我之所以会特别想要谈的原因，是因为难免会出现几个疑问，就是感情走到现在，到底爱还在不在？我觉得这个问句很深因为爱还在不在，对每个人而言好像都不太一样。对，就是我会觉得爱还在但是因为我现在变得非常忙碌，我没有办法花那么多时间来陪伴你的时候，对方说不定就会觉得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个它额外延伸出来的是，有可能第一个情况是爱都在，只是刚好颜色的光谱不一样。第二个是我一直在期待第一个颜色的光谱，那个才叫爱。这是我最想要谈这一集的点。就是一定要红色才叫爱，其他颜色都不叫爱。对，其他的颜色就是冷掉了，就是你腻了，你累了，然后我不帅了，这样。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在更年轻的时候，在交往另一半我都会交往大概2-3年，然后就觉得好像就没有激情了，然后我就会分手。分手之后又再等下一个，然后维持这个2-3年，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那个2-3年到底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有一点什么东西，就是一种快乐的时光。对，比如说你一定要一直带他出去玩，这个爱才有办法延续。但是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带他出去玩嘛，因为你会成长，你会改变嘛。他去那个迪士尼工作就好了。这建议吗？他休假就想要回家休息，就会跟你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我有想到以前那一段时间，对，但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比较年轻，你还在探索你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然后因为那个除了相处，然后除了爱情以外，你的成长可能还有就是你接下来会看重什么？比如说我接下来看重的是我的工作，那我放在爱这里的时间可能就会相对减少，但是我跟你相处的时候，可能只有2个小时。我可能不会想要跟你出去玩我可能想要跟你就是聊聊天，但对方可能不就没有那么想。懂，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已经变成是一种双方对于爱的需求不一样。所以如果说今天是能够用不同光谱的角度来看待爱这件事情，或许我们的解读有机会走到的是他没有不爱我。如果有一天他还是爱我的，只是他爱我的那个颜色变成紫色，就是神秘了。太神秘，我受不了了。好，虽然我知道这也是一种爱，但是我都不爱对，那 OK 对啊，也 OK。对，就是我看清楚我要什么或我不要什么，但是至少我们没有误会他不爱我们。对，或者是我们至少有机会让对方知道，其实我没有不爱你。对，如果你因为我现在的爱走到这个阶段，可是这不是你要的，你真的要离开，那我也接受。对，但是没什么好吵的。对了，但是因为我觉得像刚刚讲到那个地方就是必须得要2个人都知道这样的相处不是叫不爱，但我就要跟你好好去谈这一段什么叫做我真的很爱你，但是这一段到底要怎么谈？就是要把它谈清楚。就是我懂，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到要谈清楚这件事，对不对？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打造36度关系这堂课，我们会花了2天的时间，从关系的切角，从特性的切角，然后一直到我们可以使用一种你看待人都是往他心里的那一个好的动机，而且你可以挖掘出情绪背后，他的动机背后可能还藏有哪一些善意。当你可以很清楚的挖掘得到，其实在对话的过程都还可以像刚刚讲的这样好好聊。对。那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没有来上课，你至少还是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最快的方法理解爱的7种光谱到底在讲什么。你们就看第7集啊，这不是业配，单纯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一集真的很好看哦。对。最后啊，其实我来念一下这部剧里面我们很感动的一段话，然后我也用这段话最后做一个小收敛哦。因为他太太已经生病了，最后他也决定送他太太一程，这样。那他在飞机上呢，其实看着他太太熟睡的样子，然后他其实心里是在想，他说，在他生命前，对我来说，爱不过是一个单一肤浅的感觉。但是和我太太一起时光旅行的时候，我才领悟到，爱是一道彩虹，在情感的光谱中闪耀不息。红色是热情，橙色是温暖，黄色是幸福，绿色是平静，蓝色是信任，靛色是深度，紫色是神秘。我跟我太太是从红色开始的，随着岁月流逝，我们的光谱呢转换了不同的颜色。仅仅是它变了颜色，但不代表它不再是爱。可是呢，当时我不懂，从红色进入橙色的时候，在那里我们感觉到温暖和满足。爱不断变化颜色，却从不曾停止闪耀。可是呢，愚蠢的我以为爱已经失去了。我自己也想要透过这一段，我们就是2个听了，然后眼光有一点红的一个台词呢，做一个小总结，就是说，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尤其是伴侣或是夫妻，尤其夫妻在生了小孩子之后，又有事业，又要养家活口，然后又要就是陪伴小孩，身份在切换的过程，真的有些走到后来，他的爱的色调都一直在换。而如果我们可以愿意使用另外一个角度，是爱都还在，只是他现在变换的阶段，用这个角度来替代，这个就叫不爱。那或许那一个争吵，那一个不甘心，那一个孤独，有机会少一点。但是呢，如果真的就是不爱了，那就不会是刚讲那些颜色。依着你的判断，觉得不合适、不需要、不适合，那你就做出你该做的决定。好，这集就聊到这边哦。我是 Jaco， 我是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